你知道吗？遗迹不是海加德建造的，而是古文明留下的。变异也不是辐射造成的，而是因为变异病毒。这两个观点相信基本颠覆了90%玩家的认知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本期我来讲一下这两个争议性最大的观点。从游戏里的文案里，我们可以看到海加德建立的遗迹变异也是由辐射造成的。但我为什么会得出两个不一样的结论？有人觉得我是过度解读了，但并没有，这些都是根据游戏推理出来的。下面我来具体说一下原因。先说遗迹的建成。遗迹的建造材料不像殖民者能使用的，建造遗迹的材料只看外表就给人一种外星科技的感觉，而且目前这种建筑材料基本只出现在遗迹中。你可以观察大世界的建筑，包括海加德，发现都没有使用这种材料。二、遗迹的雕像。这些雕像必然是建造遗迹的人放的，他们的体型特征和人类格格不入，腹部都有一个圆球，猜测是核心部位，这点倒是很像元能守卫。如果是地球人建的遗迹，不觉得更应该放个神话人物吗？三、公元2547年殖民者登陆，目前是公元2712年，时间连200年不到，遗迹损毁却远超这个时间。四、在遗迹的附近是有旧联邦建设的基地的，这说明登陆后殖民者也试图去研究古遗迹，那么遗迹肯定是要先建成的。五、塞拉弗的怪物图鉴介绍，就算大灾变之前的技术也没法解析，说明塞拉弗是比殖民者存在要久的，而且塞拉弗的造型和遗迹更像一体的。综上所述，遗迹是古文明留下的，而海加德只是临时改造了一下。接下来要出的无序深渊不出意外也是古文明留下的遗迹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熔罗洞窟并没那么单纯，在里面也出现了遗迹用的建筑材料，洞窟下面也许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下面再聊聊变异为什么是因为病毒而不是辐射。从第一次了解辐射变异，我就产生了一个问题。公元2659年幻塔建成，开始使用元能，这个时候辐射就已经开始了，而抑制器是2668年问世，元能抗体也是2662年开始研究。那么这期间的人都是暴露在辐射里的，为什么有人变异却有人不变异？如果是因为体质问题，为什么现在只要抑制器失效就必变异？这个暂时也可以解释为因为辐射浓度。那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，假设抑制器抵抗辐射是在使用者周边生成一个防御墙，那么为什么亲人的抑制器失效了，我不能把我的抑制器给他用呢？末日下愿意为亲人牺牲的人一定很多，而且为什么抑制器一旦失效，变异就是不可改变的？如果只是被辐射到了，那么我只要重新启用抑制器就可以了。但游戏设定是你1秒都不能。在朱利亚德的笔记里，我们能看到他是第一个试验抑制器原型的。那之前的他钓鱼是用什么方式的？要知道这个时间已经在大灾变后了，而且再退一步，就算是现实的核辐射也是有条件的，如果在特殊材料建造的房子里，也是可以抵御辐射的。但在游戏里你就没看到过类似设定，房子都是敞口的，并非密闭，这说明除了抑制器以外，并没有其他隔绝辐射的方法。综上所述，辐射产生变异是很站不住脚的，反而是G67病毒在游戏里被多次提及，而且如果是病毒变异，也很好解释了维拉不用抑制器的原因。但这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，病毒是怎么传播的？假设是病毒变异，远望号上的人都在休眠舱里却被感染变异了，而与我们一起行动的林业、佛教、鱼鳞执行官、西里这些却并没有变异。所以我推测抑制器的作用是让病毒进行休眠，一旦抑制器失效，病毒就会苏醒过来，就算抑制器恢复了，也已经阻止不了变异了。这点抑制液也可以支持我的观点。在摩西实验中还有室温计划里给我们的信息是低温冷却，这些措施一般用于封存和抑制属性，可见抑制器实际上也可以称为冷却器。而且这还解释了一个更神奇的问题，为什么马克、白叶葵他们不用带抑制器？因为他们免疫这种病毒，而也正是因此才被海加德要求留下数据。当然这里也可能是过度解读了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